就没见过这么硬核的国家，全国人口才600来万，却一口气抓了超6万人，直接把全国2%的人口都给抓进了监狱。就这，还有大把的人还没抓完，因为人多到监狱住不下，还特意建造了一个全美洲甚至是全世界最大的超级监狱。而他们这么做呢，就是为了扫黑。好家伙呀，一个大满小国扫个黑怎么就抓了这么多人？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萨尔瓦多位于中美洲北部，与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接壤，国土面积约为2.1万平方公里，也就稍微比北京大点，人口约636万。萨尔瓦多这么个不起眼的小国，却干了件大事。他的首都圣萨尔瓦多附近建了个面积高达23万平方米的超大监狱，预计能住进去近4万名罪犯。而且这所监狱的监禁等级也是高的可怕，整体由钢筋混凝土建造，墙体呢还用钢材加固，而且每道墙都设了高压电。监狱内部更是布满了各种高科技监控设施，就是为了防止越狱。而警卫人员则有800多人。不仅如此，在距离监狱10几公里的地方还有2个步兵旅，一旦有人敢去劫狱，这2个旅在15分钟之内就能赶到。用他们自己话来说呢，就算丧尸来了也是有去无回。被关进去的人只能在这里老老实实的度过余生的几十年。而萨尔瓦多之所以要建这个监狱，就是关押超6.4万的囚犯。6.4万是什么概念？这要算上之前就抓到的，萨尔瓦多将近2%的成年人都被关在牢里，扫个黑，结果抓了6万多人。但这对萨尔瓦多来说还不算多，因为还有很多人还没抓完。而且他之所以能抓到这么多人，全靠他们的总统布克莱直接领着军队冲进议会，和那些死活不批贷款的议员们进行友好会谈的狠人。因为萨尔瓦多的黑帮确实太多人了，而且下手还狠，什么收保护费啊、打的抢烧等等，那都是小儿科。他们还拐卖人口、贩卖军火啊、毒品等等，只要是他们想干，就没有他们不敢干的。每个月至少有600起谋杀案，稳居世界倒数第一。不是没有人想要打击黑帮，但是因为他们的势力实在是太大了，人数众多，而且这些黑帮还贿赂了大批的政客官员，把他们当成保护伞，要是不下点狠心，根本干不成。而萨尔瓦多为啥会有这么多黑帮呢？一是因为穷。其实，在上世纪70年代，萨尔瓦多打了场内战，几十万人逃到海外，跑到美国去了。而那段时间的美国可以说是最不缺的就是黑帮。跑到美国的萨尔瓦多人，要么自己团结起来，要么选择加入，从而形成了萨尔瓦多最著名的2大帮派。后来美国遣返难民，这2个帮派呢也就回到了萨尔瓦多，开始抢占地盘。而那时萨尔瓦多内战刚打完，上百万人流离失所，为了混口饭吃，最后只能加入到黑帮之中，其中就包括很多打过内战的前军人。这也使得黑帮武力值直线上升啊，让萨尔瓦多官方束手无策。以前萨尔瓦多不招黑帮，是因为黑帮有点实力，再加上有内鬼。但现在呢，钱也有了，装备也有了，军警也够了，现在就差一个理由。而布莱克怎么办呢？他把敌对的黑帮成员关在一起，想怎么打就怎么打，他一点也不管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把黑帮的墓园给砸了，当即就惹火了黑帮啊！这些黑帮成员为了报复，在1个星期内搞出了80多条命案，而且他还是随机杀无辜的路人，这就让布莱克找到理由，还等什么呢？直接就是一个国家紧急状态，军队直接进场抓人。而结果也很明显，大班的萨尔瓦多黑帮成员被抓，曾经的危险之都一下成了美洲最安全的国家。但问题是，因为只要看着像是黑帮成员，都不需要逮捕令，先把人抓起来再说。这也就导致有不少无辜的人莫名其妙就被抓了，可能上午还在买烟，下午就已经剃光了头在监狱里。但这也是难免的，因为萨尔瓦多的黑帮人数太多，根本没办法做到1对1的抓人，谁先打架难免会殃及池鱼。虽然只有1%的人被抓错了，但剩下的99%都没有抓错。而且对于这次行动，西方自然是一边倒的批评，但对于萨尔瓦多人来说相当受欢迎，有超90%的人都表示这么做是很有必要的。因为这次行动让普通人生活得更好了，能晚上外出，能毫无担心的在球场踢足球，不用担心自己不小心惹恼了黑帮而被一枪爆了头，也不用被迫的交保护费，担心不交钱家人就会被杀害，这对他们来说是前所未有过的体验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用你发财的小手点来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